葡萄咧營養豐富、甘甜多汁，都係呢個世界上古老嘅水果之一。其實咧，葡萄咧唔單止好食、好甜、有營養，而且又可以入藥。咁究竟葡萄同葡萄糖有乜關係呢？對我哋血糖有乜嘢影響呢？從中醫角度嚟講，葡萄係溫性定係涼性呢？脾胃差嘅朋友究竟可唔可以食葡萄呢？點解有人話葡萄養肺呢？大家好，我係謝醫生。呢一期嘅影片呢，我哋嚟講講葡萄啦。葡萄同葡萄糖都係大家知道嘅，係最常見嘅水果同埋糖。咁葡萄糖呢，同時都係自然界分布最廣、最重要嘅一種單糖，都係我哋人體新陳代謝中唔可以缺少嘅營養物質。咁我哋嘅中樞神經系統呢，幾乎咧完全依賴血液中嘅葡萄糖作為能源噶，因為葡萄糖咧佢幫我哋補充能量，快速又有力，所以喺醫院嘅營養製劑中，同埋好多運動員嘅飲品之中，我哋都經常見到葡萄糖嘅身影嘅。咁好多朋友會問，咁葡萄糖同埋葡萄有乜關係呢？其實咧，早喺1747年咧，德國化學家馬克拉夫咧，佢從葡萄乾之中咧分離咗一種甜甜嘅物質。咁又過咗近70年咗之後咧，4位嘅法國化學家咧，佢哋就分離咗呢種物質嘅單體，咁正式命名為咧葡萄糖。咁後嚟咧，科學家發現咧，葡萄糖其實喺好多甜味嘅水果中都有嘅。例如西瓜、香蕉、梨、蘋果、桂圓、紅棗等，甚至係我哋嘅血液中都有嘅。咁按照命名嘅習慣咧，咁呢種物質咧就一直叫做葡萄糖啦。有啲朋友又會問，謝醫生啊，葡萄中嘅糖類物質係咪淨係得葡萄糖呢？其實咧，葡萄咧仲有果糖啦、半蕊糖啦、甘露糖啦、麥芽糖啦。木酥糖、棉子糖咁好多多糖嘅，咁葡萄糖咧淨係咁多種糖類物質中嘅其中一種咧。另外喺現代化嘅工藝技術支持之下咧，葡萄糖嘅生產咧就已經唔係喺葡萄中分離提取啦。咁而家最常用嘅方法係桑梅法。佢只係喺呢個玉米澱粉中為生產原料嚟製成嘅，佢用一啲澱粉酶或者係糖化酶呢啲工藝嚟製成我哋平時食嘅葡萄糖嘅。所以咧，早期嘅時候咧，葡萄同葡萄糖咧仲有一定嘅關係。不過而家咧，葡萄糖已經唔係葡萄上面嚟噶，而且咧，葡萄糖咧都唔係葡萄唯一嘅一種糖。我哋嘅葡萄係有含到好多唔同嘅糖類物質嘅。有啲朋友又會問，既然葡萄可以提取出葡萄糖，咁糖尿病嘅朋友係咪可以食葡萄呢？我哋知道血糖生成指數咧係衡量我哋食物咧引起我哋人體血糖升高嘅程度嘅一個指標。一般咧，我哋將葡萄糖嘅血糖生成指數咧定為100。咁其他食物嘅血糖生成指數咧，就係同葡萄糖相比咧，得出一個數值噶。當我哋食物嘅血糖生成指數咧，佢係少於55嘅時候咧，就被認為係低升糖指數食物。咁大於70嘅時候咧，就會認為佢係高升糖指數食物。咁葡萄嘅血糖生成指數咧係48。咁佢呢種葡萄咧就屬於低升糖指數食物啦。咁每100克嘅葡萄中嘅血糖負荷咧係為4.3嘅，佢同時又係屬於低血糖負荷嘅食物。咁葡萄乾嘅血糖生成指數咧係64，佢係屬於中升糖指數食物。咁每100克嘅葡萄乾，佢個血糖負荷咧係53.4，佢係屬於高血糖負荷食物。雖然咧之前有研究發現，俾嗰啲咧超重肥胖嘅人同埋咧糖尿病人咧，每日咧3次喺餐前食一包28克嘅新式葡萄乾嚟代替傳統嘅零食，例如
代替嗰啲餅乾曲奇啊，大約係300千卡熱量咁樣。喺12週之後咧，兩組嘅受試組咧，即係嗰啲兩組唔同嘅人啦，係嘛？佢就比較呢個胰島素水平係冇差異嘅，但係咧食葡萄乾呢一組咧，佢個糖化血紅蛋白水平同埋餐後血糖水平咧係顯著降低咗嘅。咁講明咧呢個實驗證明咧，可能佢會葡萄乾咧會導致呢個胰島素敏感性提升咗。咁呢個研究咧就認為咧，對於糖尿病嘅朋友嚟講咧，從數據分析角度發現葡萄乾組嘅餐後血糖反應咧顯著降低，咁空腹血糖同埋糖化血紅蛋白都有降低嘅趨勢。雖然咧都有呢啲類似嘅正面嘅研究，但係咧謝醫生都係建議唔好食葡萄乾啦，畢竟呢啲仲係喺一個研究一個結論啫。所以咧糖尿病嘅朋友咧係可以適量咁食辛酸嘅葡萄，但係咧葡萄乾咧就唔好食啦。但係咧如果糖尿病嘅朋友血糖有好大嘅波動，或者係有啲非常嚴重嘅併發症，咁就唔可以食葡萄啦。呢點係要注意嘅。而且咧我哋講到葡萄乾咧，呢啲葡萄乾嘅糖分太高，尤其係新疆嘅葡萄乾係一啲新鮮嘅葡萄糖分嘅4倍，係屬於高熱量水果。呢啲葡萄乾食咗之後咧，多咗都會發肥噶，所以咧要減肥嘅朋友都要注意少食啲葡萄乾啦。又有啲朋友會問，咁葡萄究竟係溫性咧定係寒性嘅咧？好多人擔心咧食水果咧會傷我哋人體嘅脾陽，係因為有好多常見嘅水果咧都係寒涼嘅，但係咧有一部分水果係溫熱嘅。咁根據咧古代醫學文獻嘅記載咧，我哋葡萄係性溫嘅。有啲中醫認為咧葡萄唔偏寒都唔偏溫，屬於平性嘅食物。不管點講中醫認為葡萄咧佢係味甘酸不寒也不熱，適合好多人食用嘅。所以咧只要唔係食得太多，一般嘅情況下咧係唔會引起中醫嘅上火現象噶。咁葡萄咧入肺脾腎經啦，佢可以補脾胃氣血啦，滋養我哋肺臟同埋腎臟啦。咁清代葉貴喺《本草在心》中記載咧，葡萄入脾肺兩經，佢可以咧暖胃健脾嘅。對於脾胃虛寒嘅朋友嚟講，係唔適合食太多寒性嘅水果，例如西瓜、獼猴桃、梨、香蕉等等。呢啲朋友咧不妨咧多食一啲葡萄，因為葡萄相對嚟講咧就冇呢啲水果咁寒涼啦，對我哋脾胃咧係稍為友好啲噶。咁點解有啲中醫又係話夏天之後咧秋天食養生咧食葡萄咧？就因為我哋秋季同肺係相應嘅。我哋補肺正當時即係我哋葡萄咧入肺經酸酸甜甜嘅味咧，正可以幫我哋咧化身我哋中醫講嘅津液噶，滋養我哋嘅肺臟可以緩解秋燥嘅。清代黃公秀咧喺《本草求真》中記載咧，葡萄咧氣味甘鹹而溫，能攝精氣，歸屬腎臟與五味子功用不甚相遠。咁現代醫學研究表明咧，我哋葡萄籽中咧又含有大量嘅原花青素。咁而花青素咧可以抑制自身嘅一啲基因嘅突變啦，同埋咧抑制一啲輻射引起嘅脂質過氧化啦，同埋調節我哋人體嘅免疫功能啦，或者係抑制一啲惡性疾病嘅發生啦。所以咧適當咁食葡萄裏邊嘅葡萄籽提取物咧，都有一定嘅保健作用嘅。綜合嚟講咧，有啲中醫佢就會講啦，秋天養心食葡萄就係有啲綜合性嘅意思係咁。咁有啲朋友仲會問，食葡萄仲要唔要帶皮食咧？咁上面咧講咗原花青素啦，其實仲有啲叫做花青素嘅物質，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嘅。咁葡萄皮咧，
佢含有嘅花青素係比果肉仲多嘅。咁花青素咧其實係一種強效嘅抗氧化劑嘅，佢可以幫我哋咧保護人體免受自由基嘅損害嘅，又可以幫我哋咧增強血管嘅彈性啦，鬆弛我哋血管啦，增加全身嘅血液循環啦。除咗花青素咧，葡萄皮咧仲含有另外一種抗氧化物質，就係咧白藜蘆醇啦。我哋之前有講過白藜蘆醇啦。咁白藜蘆醇咧可以降低我哋血液嘅粘稠度啦，抑制血小板嘅凝結，同埋咧保持我哋血管嘅舒張啦，預防血栓嘅形成嘅，對我哋冠心病啦、缺性嘅心臟病啦、高血脂啊都有啲防治嘅作用。所以咧有啲營養學家咧佢就建議食葡萄咧只要喺食前咧充分洗淨呢個果皮咧，就可以連皮帶籽一齊食，咁樣嘅營養咧就會達到100%嘅。但係咧謝醫生提醒大家，咁目前咧食品安全嘅問題都係越嚟越嚴重嘅喎。咁我哋市面銷售嘅葡萄咧，有部分係從開花結果開始咧就已經噴灑一啲殺菌劑㗎。咁到後期咧，為咗防止呢個葡萄炭疽病危害葡萄果粒咧，佢又會另外噴藥。所以咧，從自己嘅健康安全兩方面着想咧，我都係建議大家唔好食葡萄皮啦，除非你可以確認呢一種葡萄冇噴藥嘅。多謝大家收睇。